你平常会搭客运吗？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客运的班次或是路线好像都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搭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客运的经营危机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对于阿罗哈客运有印象吗？它曾经是台湾主打豪华客运的领头羊，像是在2000年时就推出过卧铺服务，乘客不只有自己的床，还有个人液晶电视、独立音响，引起了不少的话题。那个时候也被统联、国光等等的客运公司视为是强劲的对手。不过20年之后，阿罗哈呢却因为亏损连连宣布停驶，转去做一般的游览车服务，成为了疫情期间全台湾第一个停驶的国道客运公司。但是撑不下去的阿罗哈可能不孤单，事实上呢，这只是客运停驶危机的冰山一角。这几年台湾公路客运的经营面临了严峻的寒冬，营运路线不断的减少，乘客人数不断的下滑，一场客运停驶风暴可能不远了。今天的主题呢，是我们会员投票票选出来的题目，我们会来聊聊客运停驶危机有多么的严重，背后有哪些原因，真的没有解方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是不是常常在育儿的路上感到困难，苦口婆心，往往输给了灰心？想要绘本给孩子进步的价值观，但在茫茫的童书海当中，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呢？芒果有官网能够根据不同的年龄、价值观，推荐最适合孩子的套组，而且每一本呢都能够让你向试阅，希望你喜欢认同再购买。官网更有最划算折扣，最低6折起结账，输入77推荐，还有再9折，让芒果陪伴你的育儿之路，一起充满信心，快乐学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吧。我们今天讲的客运呢，主要是指公路客运，也就是跑比较长途跨县市的路线，可以再细分成行驶国道的国道客运，以及不走国道的一般公路客运。目前呢，很多公路客运公司都发生运量下跌、经营不善的问题，决定收摊不干了。那除了开头提到的阿罗哈客运，2022年时呢，服务新竹县一带营运超过100年的新竹客运，也一度宣布呢要结束营运。后来是新竹县紧急的提高补贴，新竹客运才勉强的继续运作，只有停驶部分的路线。另外，2023年服务台北到云林长达26年的日统客运，也决定停驶所有的国道路线。虽然在政府的协调之下，改由统联接手原本的路线，但营运的班次也减少了很多。而从数据上面来看，客运面临的问题也比想象当中严重。在过去短短10年之间，公路客运的年运量从2亿人次大跌到了现在的8000万人左右。对于很多的客运公司来说，他们的营业额也跟着砍半。很多公司营运不下去，选择减少班次或者收掉路线来减少亏损。根据交通部的统计，2011年国道客运再加上一般公路客运路线，总共有1051条。但到了2023年呢，只剩下555条路线，几乎砍了一半。而客运大减班的现象也造成了很多地方的交通问题。对生活在市区的人来说呢，客运停驶可能影响不大，毕竟大家还可以转搭高铁台铁，替代的选项很多。但是对于没有铁路经过的乡镇或是偏远地区的居民来说，冲击就很大了。客运是很多当地人进出市区的交通工具，无论是工作、采买或是看病，常常都要搭客运。尤其对于没有车子的学生、老人家来说，客运更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所以当客运业者传出要停驶的风声时，地方都会出现反弹声浪，而政府呢也会跳出来协调，看是不是用提高补助的方式说服业者继续经营。只不过很多时候呢，客运公司还是会认为经营困难，选择停止服务。到底客运业者遇到了哪些困难呢？因为这个原因有一点点庞杂。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用3个章节讨论造成客运停驶的各种因素。首先，客运遇到的一大问题呢，就是入不敷出。这个呢是包含了乘客的流失以及票价的问题。乘客的部分跟高铁的崛起非常的有关系。2007年呢，台湾高铁开始营运，逐渐成为了台湾西半部的运输主力。而高铁跟台铁客运的路线多少有点重叠，这导致了很多乘客被高铁吸走。特别是2015年高铁新增了云林彰化、苗栗3个站点，让中部地区的民众多了一个选择，减少了搭客运的频率。像是前面提到的日统客运呢，就是在云林高铁通车之后，营运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选择收摊。2023年，高铁的平均每日载客人数突破20万人次的大关，创下了历史新高。但高铁成长越快，也代表客运的客源流失越快，营收始终难以提高。而至于票价问题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碍于法规，国道客运的票价其实是有上限，业者是不能够随意涨价的。
但是这个票价的上限呢，已经连续17年没有调整，而且这个17年来，物价、人力成本都翻了好几倍，导致业者的支出不断的攀升，逐渐的入不敷出。很多业者就哀嚎，他们每天开门都在亏钱，已经到了开一班赔一班的程度。像是新竹客运就说过，他们在2022年时呢，亏了1亿多元，快要喘不过气了。当时他们还拜托公路总局允许他们缩小营运规模，想办法渡过难关。即便呢这个政府有提供补助，但帮助仍然非常有限，尤其补助的资源严重的分配不均。像是呢在双北政府可能有数十亿的预算可以补贴亏损路线，但其他的县市政府手头就没有那么宽裕，很多时候呢就要请业者做功德，自行吸收亏损。很多业者撑不下去了，选择不干。而除了长期亏损之外呢，司机留不住也是让客运业者很头痛的困扰。长期以来呢，客运司机这个职业都被诟病劳动条件不佳。根据报道者的报道，以来往台北到这个桃园的9005路客运为例，司机呢要在清晨5点就起床，先到场站打扫车子、检查仪器，6点05准时发车。10点钟的时候呢，司机可以回到南港呢短暂休息，但4个小时之后就要再度的派车，直到晚上9点才可以下班。换算下来，司机一天有16个小时都在开车或是在场站待命。即使呢有符合劳基法，但工时拖这么长，还是很容易让人过劳。更不用说呢，载客的时候也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民众投诉，导致司机们的精神都很紧绷。不少司机呢受不了这种高工时高压力的环境，最终选择离开。而这样子的劳动环境呢，对于年轻人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导致司机的人力缺口越来越大。很多的客运业者找不到人来开车，无奈之下只好减少班次，但这又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班次太少，越来越多的民众不搭客运，因为乘客太少，业者又只好继续的减班，减班之后呢，又因为班次太少，民众不搭客运，到最后很多业者撑不住，就选择了收摊。以上讲的主要是客运的长期困扰，但过去3年的疫情呢，更进一步的把客运推上了低谷。疫情对于客运业带来的影响呢，主要有2个层面。第一个是司机大规模出走。疫情期间呢，大家都很少出远门，也没有什么搭客运的需求，所以客运公司为了节省开支，只好砍班或是暂时的停驶。但这样一来呢，很多司机就没有工作，收入锐减。有的司机选择跳槽到物流业赚钱，也有人直接退休不做了。而疫情结束之后，这些司机也没有回来。以国王客运为例在疫情的2年之间呢，他们流失了高达242位的司机。等到疫情结束，人潮回流之后，就出现了没有司机可以开车的困境，想要增班也没有办法。直到今年初，国光司机的职缺率呢，还是有40%没有补足，形成了庞大的人力缺口。而因为班次太少，很多不想要等待的旅客就跑去搭台铁跟高铁了，让客运公司更难赚钱。而另外一个疫情带来的冲击呢，是汽车增加。那为了避免染疫很多人如果要出门就会自己开车。那如果是本来没有车的人，也有不少人会在这段时间添购新车。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呢，从2019年到2023年，小客车的数量从692万辆增加到了734万辆。但是当大家都选择开车上路，反而造成了国道更容易塞车，这导致民众更不想要搭客运，结果客运业者就变得进退两难，陷入了亏损的钱坑，爬不出来。那么面对以上这些困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吗？为了拯救客运业政府目前的做法呢，主要是提高票价补助和提高司机补助，想办法增加诱因，留住人才，让业者愿意继续的经营。今年5月呢，交通部也终于拍板了，结束了17年的票价动涨，调高了国道客运票价上限，希望可以让业者减少亏损。另外，也有不少的从业人士或学者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提案呢是引入外籍司机，希望培训国外的技术移工，解决司机人力荒的问题。至上的交通局呢也考虑过这个计划，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提案还没有通过，而且也有人不太支持这个提案。他们担心，如果移工的人数太多，反而会导致司机的薪资拉不起来，不止影响其他司机的权益也没有从根本解决缺工的问题。而另外一个提案呢，则是客货混载。他们希望公车呢在载客的同时，也可以利用闲置的空间运送货物，这样一来呢，每趟行程就能够赚更多的钱，对冷门的路线来说就可以减少亏损。日本在几年前呢就实施过这样子的模式，试图解决客运载客数不足的问题。而现在交通部也正在考虑这个方案，目标今年可以开始实施。那除了这些提案之外呢，还有一些想法比如开放双层客运来增加这个单趟的载客数等等，也都还在讨论当中。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想要先特别感谢这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会员票选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的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啊，我们在研究之后觉得客运衰退的趋势可能短期内都看不到反转的迹象。毕竟高铁经营的有声有色，一直在抢新的客源，而客运司机的人力缺口呢，也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就解决。接下来呢，可能还会有我们更多熟悉的客运公司退场，变成时代的眼泪也说不定。不过，虽然客运看起来是在市场竞争当中被自然淘汰的，但我们觉得协助客运止血还是很重要的事情。毕竟客运即使在衰退每天还是服务了20万人次的交通需求，支撑了公共路网的运作。而且客运呢也能够深入住宅区山区，服务铁路无法触及的地带。特别是对于偏乡来说，客运更是维系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举例来说呢，有些住在山区的学生，每天早上都只有一辆客运可以搭车去上学。如果不小心错过了下一班呢，就要等到中午。那如果今天客运停驶了，学生可能就只剩下搬家转学这个选项而已。我们常常说要缩短城乡差距，而运输或者说客运其实就是缝补这些差距的关键。所以或许现阶段呢，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还能够怎么做去帮助客运继续营运。那假设客运真的退场了，又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呢？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哦。那最后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去外县市的时候会搭乘哪种交通工具呢？客运经济实惠是我最在乎的事情，比台铁觉得坐火车比较舒服，至于高铁虽然比较贵，但省时对我来说更重要。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客运的停驶危机。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的违停乱象以及塞车问题。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